不只是所编，新疆批复塔克拉玛干沙漠方案，规划1圈2区3线格局。今天就让我们来了解一下，观看中不要忘记点赞关注。1、新疆与塔克拉玛干沙漠。塔克拉玛干沙漠位于中国最大内陆盆地塔里木盆地的中部，沙漠北为天山，西为帕米尔高原，南为昆仑山，东为罗布泊洼地，分布在新疆4个地区界内，分别是巴音郭楞、阿克苏、喀什、和田，是中国境内最大的沙漠，仅次于面积65万平方公里阿拉伯半岛的卢普哈利沙漠。新疆是我国面积最大的省份，约166.49万平方公里。截止到2023年末，总人口约2598万。新疆深居内陆，而我国又多陆上邻国，新疆边境线超过5600公里，因此发展与周边国家的关系，新疆是必经之路。而为了更好地与中亚等地的国家交往，我国在新疆开设了17个对外开放口岸，其中15个是陆地边境口岸。截止到2023年，新疆的铁路运营总里程超过9525.6公里，公路通车里程22.83万公里，其中高速公路约1.16万公里。当地建成民用运输机场25个，是全国民用机场最多的省份。2023年，新疆的地区 GDP 约19125.91亿元，比上年增长6.8%。该省主要的工业行业有油气开采、纺织、化工、有色金属冶炼和加工、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等10个。这些产业的发展都依赖新疆丰富的资源。新疆已经发现153种矿产，其中9种储量居全国首位，32种居西北首位。该省石油储量208.6亿吨，全国占比30%。天然气占全国陆上储量的34%，约10.3万亿立方米；煤炭储量占全国的40%，约2.19万亿吨。2、新疆布局1圈2区3线主战场。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阻击战总体方案发布，计划在2024年至2030年期间，针对21个县市展开沙化土地治理行动。此行动将覆盖约3514.49万亩的土地。不仅完成了国家3北6级规划任务的1461.9万亩，还额外治理了2052.59万亩，超出了原规划任务的140.41%。在塔克拉玛干沙漠的阻击战中，重点放在了锁边策略上，这主要是为了保护绿洲外围的风沙危害区以及重要设施沿线区域。布局方面，以1圈2区3线为主战场的策略得到了实施。1圈策略围绕沙漠边缘展开，主要针对林草湿空白区域和绿洲外围的风沙危害区，这里将实施光伏与治沙相结合的项目，通过工程固沙、生物治沙等方式，构建一道环沙漠边缘的光伏长城，预计布设光伏容量达1亿千瓦，形成环沙漠边缘宽逾1公里、长达约800公里的阻沙屏障。2区计划则针对受上下风口影响的10个县域的风沙危害区，在这些区域将通过营造防风固沙林、网林带、种植林果、发展戈壁设施农业等措施，实施绿进沙退的目标。同时，在沙漠中的15个自然保护区将采取工程固沙、生态修复和自然恢复等措施，以增强生态系统的稳定性。3线战略则聚焦于环塔克拉玛干沙漠的铁路线、南北贯通的公路线和河岸线。在这些地区将实施草方格、湿地修复、种植灌草、退化林草修复、引洪灌溉以及飞防灭虫防病等措施，以巩固和提升长约7710千米、宽度在0.15至22千米之间的防风固沙阻隔带。此外，新疆还将围绕光伏治沙、生物治沙以及特色沙产业展开一系列标杆项目。光伏治沙方面，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和阿克苏地区将成为千万千瓦级光伏治沙基地的重点。生物治沙方面，巴楚县、民丰县等地将打造生物治沙的标杆项目。而在特色沙产业方面，沙雅县、尉犁县等地的特色沙产业项目也将成为标杆。根据这份规划，新疆今年计划完成沙化土地治理面积达到490万8千亩。这一行动不仅是对抗风沙的前线战斗，也是对绿洲生态环境的积极保护和恢复。3、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锁边工程。我国沙漠分布最广的区域当属新疆，这里的塔克拉玛干沙漠不仅是我国最大的沙漠，也是全球面积排名前10的沙漠之一，同时还是世界第2大流动沙漠。
塔克拉玛干沙漠的辽阔面积达到了34万平方公里，占据了塔里木盆地的64%，也占据了新疆沙漠的近3/4，同时也占据了全国沙漠的半壁江山。这里的流动沙丘面积广泛，约25.84万平方公里，其中最高的沙丘矗立着，高度可接近300米。沙丘的形态变化多样，东西最宽距离可达1000公里，南北最宽距离则有400公里，其周长更是长达3046公里。由于塔克拉玛干沙漠的流动性，它对周边的绿洲和城市产生了显著的侵蚀作用。另外，该地区的气候极度干旱，多地平均降水量仅在10至80毫米之间。这一数据与三北地区的其他省份相比，显得尤为稀少。内蒙古、甘肃和山西的年均降水量分别高达308毫米、300毫米和508毫米，这使得在该地区进行造林固沙的工作变得异常困难。而更令人担忧的是，这无边的黄沙常常引起沙尘暴，给当地生态环境和人类生活带来了巨大的挑战。因此，自1978年以来，我国启动了一项长达45年的绿色锁边工程。该工程围绕塔克拉玛干沙漠的边缘延伸了整整2761公里。这一浩大的工程不仅展现了人类对自然的尊重和保护，也彰显了我们对生态环境的执着追求和不懈努力。